你身邊有沒有這種朋友，或者說你自己就是這樣？30歲出頭，或者像老頭 Z 一樣，已經邁入中年，每天早上鬧鐘一響，看着天花板，心裡冒出來的第一個念頭就是：我這輩子到底在幹嘛？很多人會去買一堆生涯規劃、目標管理的書，想着要找出一條完美的道路。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這樣教我們的：好好念書，考個好科系，選個有前景的產業，然後一步一步往上爬。這套邏輯聽起來很穩，但實際上，大多數人照着這張地圖走，走到30幾歲、40歲的時候，只會發現一件事：地圖上的終點好像根本不存在，而你已經被困在自己親手打造的軌道上，動彈不得。這時候最要命的是，市面上那些心靈雞湯，雞湯總是跟你說，你要去追尋你的熱情，只要找到熱情，你每天工作都會充滿動力。老頭 Z 每次听到這句話都想笑，這簡直是现代社會最精緻的騙局。根據史丹佛大學的研究，全天下只有不到20%的人在20幾歲的時候清楚知道自己的熱情在哪裡，剩下80%的人根本不知道。結果你天天問他你的熱情是什麼，他只會越來越焦慮，覺得自己是不是哪裡壞掉了。今天老頭子要跟大家聊的這本書叫做《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》 Designing Your Life。這本書在國外暢銷了幾百萬冊， Goodreads 上面有幾萬人給出超過4星的高分。它最厲害的地方不是灌你更多心靈雞湯，而是直接走過來把你搖醒，告訴你一句大實話：你之所以覺得人生卡住，不是因為你不夠努力，也不是因為你沒找到熱情，而是因為你從一開始就用錯了工具。你把人生当成了一道工程問題，以為只要找到標準答案，套進公式就能順利解題。但現實生活不是蓋橋梁，人生是一個充滿變數、混亂又不可預測的設計問題。如果這是你第一次來到老頭 Z 拆書，記得先按個訂閱。老頭 Z 不講假大空的漂亮話，只把書裡真正有用的乾貨挖出來，幫你在混亂的日子裡理出一點方向。這本書的2位作者比爾·伯內特 （Bill Burnett） 和戴夫·埃文斯 （David Evans） 背景非常有意思。他們2個不是心理學家，也不是什麼勵志演說家，而是貨真價實的矽谷老硬體與軟體工程師。比爾·伯內特是史丹佛大學設計學程的執行總監，當年他在蘋果公司帶領團隊設計出第一代 PowerBook 筆記型電腦的轉軸結構，後來還幫星際大戰設計過玩具。戴夫·埃文斯則是蘋果第一代麥金塔電腦的軟體產品行銷主管，後來還共同創辦了大家很熟悉的電玩巨頭美商易電 EA， 擔任副總裁。這2位在科技業摸爬滾打幾十年，看過無數頂尖的產品設計師是怎麼解決問題的。後來他們回到史丹佛大學 D School 開了一門課，專門教那些名校大學生和研究生如何用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 來規劃人生。結果這門課成了史丹佛最受歡迎、最難搶的選修課之一。為什麼這門課會這麼紅？因為這2位老工程師發現了一個殘酷的事實：史丹佛聚集了全世界最聰明的一群年輕人，但這些天之驕子裡面，居然有1大半人不知道自己畢業後要幹嘛。他們拿着頂級文憑，內心卻充滿了迷茫和恐慌。比爾和戴夫說，設計師在開發新產品的時候，從來不會一開始就坐着幹想什麼是宇宙中唯一完美的產品。你如果去問賈伯斯第一代 iPhone 應該長怎樣，他也必須透過畫草圖、做模型，一次又一次失敗測試，最後才把產品打磨出來。但我們在面對自己的人生時，卻常常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。我們總覺得人生只有一個最佳解，好像選錯了一個科系，進錯了一家公司，結錯了一次婚，整個人生就全盤皆輸。這2位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核心的觀點：人生不是拼圖，你不需要去尋找那個唯一遺失的碎片，在你身上隨時存在着幾百種可以過得很精彩、很有意義的生活版本。設計人生的第一步，就是放下尋找完美答案的執念，把人生當作一個持續實驗、持續迭代的設計專案。在整本書裡面，老頭子個人覺得最棒、最一針見血的概念叫做重力問題 （Gravity Problem）。什麼叫重力問題？比爾和戴夫用了一個很生動的比喻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一個自行車騎士，你跑去跟工程師抱怨說，地心引力太討厭了，每次騎上坡都累得半死，你們能不能幫我把地心引力給解決掉？工程師只會像看傻子一樣看着你，因為地心引力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物理規律，你根本无法改变它。既然无法改变，它在設計思考的定義裡就不是一個問題。設計師有一個基本原則：一個無法採取行動的情境就不能被稱作問題，
它只叫做客觀現實或系統限制。但在真實生活裡，我們有多少人天天在跟自己的重力問題死磕？老頭 Z 看過太多朋友是這樣，有人天天抱怨傳統產業已經沒落了，老闆給薪水太小氣；有人天天抱怨我都40歲了，體力大不如前，職場對中年人不友善；還有人天天抱怨現在房價物價這麼高，年輕人根本沒有希望。這些抱怨是不是事實？都是事實。但如果你把你的整個人生目標建立在希望產業環境突然變好，希望自己永遠不會變老，希望市场環境配合你的心意上面，那你就是在跟地心引力吵架。除了把自己搞得滿身怨氣、精疲力竭之外，沒有任何實質的改變。書裡給出了一個非常乾脆的解法：接受重力，然後重新架構問題 （reframing）。你無法消除地心引力，但你可以換一輛更輕的自行車，或者改走比較平緩的路線，甚至乾脆去練腿部肌肉。舉個書裡的例子，有一個詩人寫了幾十年的詩，生活過得很清苦。他跑來找作者諮詢，抱怨說，現在社會根本沒人願意付錢買純文學詩集，他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創作者。作者直接告訴他，大眾不買純詩集，這就是市場的重力。你就算抗議100年，市場也不會因為你的憤怒而改变。如果你想靠純寫詩發大財，這是一個死局。但如果我們重新架構這個問題呢？詩人的本質是精準運用語言打動人心的專家。當他接受了市場不買純詩集的現實後，他轉身去幫科技公司和廣告品牌撰寫核心文案與品牌故事，用他的文字天賦賺取了豐厚的收入，同時在業餘時間繼續寫自己喜歡的純詩。這就叫做在重力之上重新設計。當你不再浪費力氣去對抗不可改變的現實，你才能騰出雙手去抓住那些你真正能夠改變的微小變數。當你接受了現實，接下來要怎麼動手設計？這本書給了2個超級實用的工具，第一個叫奧德賽計劃 （Odyssey Plan）， 第二個叫原型測試 （Prototyping）。所謂的奧德賽計劃，就是請你一口氣畫出未來5年的3種不同人生版本。請注意，是同時規劃3個版本，而不是只做一個。第一個版本叫做現狀延伸版，也就是把你目前正在做的事兒做到極致，按照現在的軌跡繼續發展5年。看看會走到哪裡。第二個版本叫做替代路徑版。假設第一種生活突然不可行了，比如你的行業被 AI 完全取代，或者公司倒閉了，你必須靠另一種技能活下去，你會選擇做什麼？第3個版本叫做狂想自由版。假設金錢、面子、社會眼光完全不是問題，你不用擔心房貸，也不用在乎親戚怎麼看你，你最想過的一種生活是什麼？老頭 Z 自己當初做這個練習的時候，震撼非常大。因為大部分人之所以焦慮，是因為腦袋裡永遠只有一個選項。當你只有一條路的時候，你會患得患失，生怕走錯一步就万劫不復。但當你把3個截然不同的5年藍圖攤在桌上，你突然會發現，原來我的人生有這麼多種可能性，我根本沒有被逼到絕境。但畫出計劃之後，很多人又會犯下第2個錯誤，衝動行事。這就是書中最經典的咖啡館陷阱。很多人在辦公室被老闆罵，被 KPI 壓得喘不過氣，喝着下午茶就開始幻想，我受夠了，我要把存款全部領出來，辭職去開一家溫馨的獨立咖啡館。比爾和戴夫說，這叫做未經測試的豪賭。你把幾百萬積蓄和未來幾年的生活壓在一個未經驗證的幻想上，失敗率高達90%。設計師是怎麼做的？設計師用原型測試。什麼是原型？原型就是用最低的成本、最快的時間去驗證一個想法的真實模樣。就像你現在順手按個訂閱老頭 Z， 其實就是用零成本再做一個小小的原型測試。先跟着老頭 Z 看幾本書，驗證一下這種拆書對你的工作和生活有沒有幫助。有用你就賺到，沒用隨時退訂也不吃虧。這就是最標準的設計思維。如果你想開咖啡館，你不需要明天就去第4城，你先去做2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找3個真正的獨立咖啡馆老闆喝咖啡，進行生命設計訪談。不要問他們咖啡好不好喝，直接問他們最真實、最痛苦的日常。你每天幾點起床进貨？馬桶堵住的時候你怎麼處理？淡季的時候你房租怎麼繳？1個月扣掉水電豆子人事，你淨賺多少錢？第2件事，去利用週末或請假1週，到朋友的咖啡店免費打工，親自去洗8個小時的杯子，站在吧台站到腰酸背痛，體驗連續1週被奧客刁難的感覺。書裡那個想開咖啡館的案例，
在做完這2項原型測試之後，猛然發現自己根本討厭管庫存，討厭通馬桶，更討厭算賬。他真正喜歡的只不過是坐在陽光灑落的咖啡館裡，安靜地喝一杯拿鐵看書的那種感覺而已。他只花了2杯咖啡的錢和1個週末的時間，就省下了200-300萬的創業血汗錢，還避免了人生一場重大的財務災難。這就是原型測試的威力。永遠記住，不要用你的下半生去冒險，用你的週末去試錯。聊到這裡，老頭 Z 想跟大家好好總結一下這本書到底適合誰讀，以及你可以從今天開始做的一件小事。這本書老頭 Z 特別推薦給2種人。第一種是30歲到50歲之間，在職場或生活裡感覺卡住了的朋友。你可能工作穩定，收入過得去，但每天下班心裡總有一種空虛感，想換跑道，又覺得成本太高，不敢輕舉妄動。這本書能幫你把龐大的轉型焦慮拆解成一個個週末就能做的小實驗。第二種是剛出社會或準備轉換方向的年輕人。如果你每天都在為找不到熱情而自我懷疑，這本書會卸下你肩上不必要的道德包袱，告訴你，熱情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，熱情是你走出去動手做出來的副產品。書裡還有一個很棒的日常工具，叫做好時光日誌 Good Time Journal。老頭 Z 建議大家今天就可以試試看，連續1週拿出1張紙，記下你每天做的主要事項，並且標注2件事。第一，做這件事時你的專注度有沒有進入心流？第二，做完這件事後你的精力值是精神100倍，還是被榨乾了？很多時候你會驚訝地發現，消耗你的往往不是工作本身，而是某些特定的會議或溝通模式，而帶給你能量的，可能只是某個小小的分析環節或跟同事的討論。把這些高能量的活動找出來，逐漸提高它們在日常中的比例，這本身就是一種微小的生命設計。人生不是一場只有一個贏家的競賽，而是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無限遊戲。你不需要活成別人期待的完美模範，你只需要為自己設計出一個行得通、玩得下去的精彩版本。今天老頭 Z 拆書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過類似的人生實驗？或者你現在的生活裡是不是也正面臨着某個甩不掉的重力問題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老頭 Z 聊聊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一點點啟發，別忘了按讚、分享，還有訂閱老頭 Z 拆書。我們下一本書見。